好学猫。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飘。今天我们要读的飘，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废墟上重生的史诗。玛格丽特·米切尔用10年光阴，写下了美国南方文明的兴衰，也写下了人性最深处的坚韧与迷茫。1861年春，美国佐治亚州的红土地上，塔拉庄园与12橡树庄园的白棉花甜绵延至天际。16岁的斯嘉丽是塔拉庄园杰拉尔德的长女。这位爱尔兰移民的女儿继承了母亲艾伦的美貌与父亲的倔强，肌肤白皙如玫瑰花瓣，绿色眼眸中藏着不逊的光芒。她是南方贵族圈中最耀眼的少女，习惯了被追求者簇拥，却唯独对12橡树庄园的艾希里情有独钟。那个温文尔雅、热爱诗歌的贵族青年，是他心中完美爱情的化身。父亲察觉到了他的小心思，告诉他，奥哈拉家的女人可以失去爱情，可以失去财富，但绝不能失去对土地的信仰。只要塔拉还在，你就永远不会一无所有。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去为之工作、为之战斗、为之牺牲的东西，因为它是唯一永恒的东西。斯嘉丽没有听懂父亲的话，她满心欢喜地想着即将到来的舞会，完全没把这段关于土地的对话放在心上。她转身跑回庄园。舞会这天，12橡树庄园里，阳光透过橡树叶洒在白裙翻飞的贵妇们身上。黑奴端着银质托盘穿梭其间，小提琴声与笑声交织成南方种植园最后的奢华图景。斯嘉丽准备偷偷向艾希里告白时，不料艾希里却向他介绍了身边的女孩，他的未婚妻梅兰妮。斯嘉丽礼貌地笑着，目光却不自觉地停在两人相握的手上。他顿时感觉内心泛起一阵酸楚，准备找个理由匆匆离开。书房里，他终于找到了和艾希里的独处时间。他红着眼眶对艾希里告白，却遭到了委婉拒绝，这让斯嘉丽失去了理智。自尊心极强的他，转头就答应了梅兰妮的弟弟查尔斯的求婚，一个他毫无好感的男人。婚礼仓促举行，而此时南北战争的炮火已在远方轰鸣，南方各州宣布独立，男人们纷纷穿上灰色军装奔赴前线，查尔斯也未能例外。斯嘉丽穿着崭新的婚纱，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没有不舍，只有对艾希里的牵挂与对战争的茫然。战争打破了南方的宁静，查尔斯在军营中因伤寒病逝，斯嘉丽年纪轻轻变成了寡妇。按照南方礼教，寡妇需身着黑衣，守寡3年，断绝一切社交，这让天性活泼的斯嘉丽备受煎熬。舞会上，瑞德早已看穿她的伪装，以$500的高价拍下与她共舞的机会，在众人的侧目中原谅了她的失礼。两人的命运从此紧密交织。瑞德是个玩世不恭、精明能干的男人，他看透了斯嘉丽的任性与脆弱，也被她身上蓬勃的生命力所吸引。他对斯嘉丽展开了隐晦的追求，可斯嘉丽的心始终停留在艾希里身上。他对瑞德的示好不屑一顾，甚至觉得他粗鲁又无礼。战争的局势越来越糟，北方军队逼近亚特兰大，炮火连天，城市里到处是伤员和难民。斯嘉丽原本想逃回塔拉，可艾希里临走前握着她的手说，斯嘉丽，照顾好梅兰妮，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斯嘉丽答应了艾希里，就是这句承诺让她在炮火中留了下来。随着北方军队步步紧逼，亚特兰大成了南方的医疗中心，伤兵挤满了教堂与仓库。斯嘉丽在梅兰妮的劝说下加入护士行列。昔日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第一次直面断肢、鲜血与死亡，她的内心在恐惧与麻木中逐渐坚硬。1864年秋，亚特兰大陷入重围，北方军的炮火日夜轰鸣，
城市沦为人间炼狱。此时梅兰妮即将分娩，她强压下逃离的念头，在炮火中为梅兰妮接生。亚特兰大大火爆发的那一夜，整个城市沦为一片废墟，火光染红了夜空，女人和孩子的哭声，士兵的呐喊声混在一起，人们哭喊着逃亡。斯嘉丽在瑞德的帮助下，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，瑞德骑着马护送他们出城。炮火照亮了他的脸，白瑞德将一把手枪和一袋金币塞给斯嘉丽，说我要去加入南方军，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。斯嘉丽望着他消失在火光中的背影，咬着牙驾驶马车，带着产后虚弱的梅兰妮、婴儿和胆怯的黑庸，冲破敌军防线，向着塔拉庄园的方向疾驰。路途艰险，他们忍饥挨饿，躲避伞兵与强盗。斯嘉丽的双手被缰绳磨出血泡，却从未停下脚步。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回到塔拉。然而回到塔拉的斯嘉丽面对的是一片废墟，庄园被北方军洗劫一空，棉花田被烧毁，黑奴四散逃亡，遍地的尸体令他的内心早已麻木。开门的是精神失常的父亲，两个卧病在床的妹妹和染病身亡的母亲。昔日的奢华荡然无存，站在荒芜的土地上，斯嘉丽抓起一把红土，指甲缝里渗出血迹，她对着天空发出震彻心扉的誓言：上帝为我作证，我再也不会挨饿了，哪怕去说谎，去偷，去骗，去杀人，我也绝不会让自己和家人挨饿。为了生存，斯嘉丽褪去华服，穿上粗布衣裳，赤着脚在田间耕种棉花。她不再是那个娇蛮的贵族小姐，而是塔拉庄园的守护者。她鞭打抱怨干活的妹妹，解雇偷懒的黑奴，甚至开枪打死闯入庄园的强盗。梅兰妮虽体弱，却用温柔的力量支撑着她。她默默照顾斯嘉丽的父亲，安抚受惊的孩子，在斯嘉丽崩溃时轻声安慰。两人从昔日的情敌变成生死与共的姐妹。白瑞德偶尔会传来消息，暗中送来物资，却始终未能现身。斯嘉丽的心中依旧牵挂着远在战俘营的艾希里。战争结束后，南方进入重建时期，北方投机者涌入，税收苛重，塔拉庄园面临被没收的危机。斯嘉丽得知需缴纳300美元税金才能保住家园，她毅然前往亚特兰大求助。她找到白瑞德，却发现他因涉嫌走私被关进监狱。绝望之际，她遇上妹妹苏伦的未婚夫商人弗兰克。战争结束后，他经营着一家商店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，虽然不及瑞德有钱，但也足以让下半辈子过得衣食无忧。此时，斯嘉丽一个想法从心底应运而生。斯嘉丽清楚自私的妹妹出嫁后一定不会帮衬娘家，于是谎称妹妹已经与别人结婚，用眼泪与谎言骗取了弗兰克的同情，说服他取消与妹妹的婚约，与自己结婚。就这样，斯嘉丽顺利拿到了支票。这个最开始觉得谈论战争很无聊，只关心舞会的女孩，恰恰是最早在战争中清醒过来，勇敢面对现实的勇士。她完美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，为了保住塔拉庄园，让忍饥挨饿的家人吃上饭，可以嫁给一个完全不爱的男人，也敢于施展拳脚开拓自己的事业。整个南方都被战火摧毁。婚后的斯嘉丽瞄准了木材的商机，她利用弗兰克的财富开设木材厂，凭借精明的头脑和狠辣的手段，雇佣囚犯当廉价劳动力，与曾经迫害他们的北方人做生意，迅速积累财富。他公然赶着马车往返于工厂和城镇之间，和其他男性竞争，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和指责。此时的斯嘉丽已经从一个骄纵的大小姐，成为亚特兰大第一个独自驾车经商，为生活拼尽全力的独立女性。
却也遭到南方贵族的唾弃。白瑞德出狱后，始终在他身边，他欣赏他的坚韧，他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中，为他解决商业上的麻烦，却也时常戳破他的伪装。一日傍晚，他携带木材厂的巨款返程时，遭遇2名游手好闲的自由民黑人袭击，虽凭借随身携带的手枪侥幸逃脱，却被吓得魂飞魄散。弗兰克得知妻子遭遇险境，怒火中烧，联合艾希里、休埃尔辛等南方旧贵族组成治安队，深夜追查袭击者，试图为斯嘉丽复仇。在与黑人的激烈冲突中，弗兰克不幸被枪杀，斯嘉丽再次沦为寡妇。白瑞德在此时向她求婚，斯嘉丽答应了。她被白瑞德的财富与深情打动，也渴望一个安稳的归宿。白瑞德花重金重新翻修塔拉庄园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。不久后，女儿邦妮出生，白瑞德将所有的温柔与宠爱都给了女儿。然而，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从未消散，她的摇摆不定，她的口是心非，一次次伤害着瑞德。而梅兰妮，这个温柔善良的女人，始终把斯嘉丽当作最好的朋友，从未察觉她对艾希里的心意。当斯嘉丽和艾希里在锯木厂拥抱被人非议时，是梅兰妮挺身而出，保护了她的名誉。白瑞德虽表面平静，内心却早已伤痕累累。当所有人都疏远斯嘉丽时，是梅兰妮不离不弃。日子就这样在爱恨纠葛中流逝，直到女儿意外去世。邦妮4岁时，在骑马跳杆时意外摔死，这个噩耗成为压垮2人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白瑞德的世界彻底崩塌，他将邦妮的死归咎于斯嘉丽的冷漠，2人的婚姻陷入冰点。梅兰妮的身体日渐虚弱，她在临终前召见斯嘉丽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呼吸微弱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一直爱着艾希里，但他需要的是能支撑他的人。而你，斯嘉丽，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。”梅兰妮的去世让斯嘉丽猛然惊醒，她终于看清自己对艾希里的爱慕不过是对完美幻想的执念。艾希里的懦弱与平庸从未真正吸引她，而那个一直包容她、守护她、懂她的白瑞德，才是她生命中真正的爱人。她飞奔回家，想要向瑞德忏悔，看到的却是他冰冷的眼神。女儿的去世和长期的失望，早已耗尽了瑞德的深情。他转身离去，留下斯嘉丽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大宅中。巨大的悲痛过后，斯嘉丽没有被打垮。她想起了塔拉庄园，想起了父亲的话：世上只有土地才值得你为它战斗，为它去死，因为它是永恒的。她擦干眼泪，眼神重新变得坚定。塔拉是我的力量源泉，我会回到那里，重新开始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我会让他回来的，一定会。夕阳下，斯嘉丽踏上返回塔拉的路。她的人生历经战乱、背叛、失去，却从未失去坚韧的生命力。她从一个骄纵的贵族小姐，蜕变成一个独立、勇敢的女性，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求生，在爱与错过中觉醒。而白瑞德的离去并非结局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正如小说的名字《飘》，生命本就是一场漂泊，而希望永远在明天。好学猫